嘿，Hello，大家好，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主题是我应该已经好几个月，会不会已经一年啊？我这个频道应该也是一年以上了。我是不是已经一年以上我都没有做这个主题的呢？没错，今天就来做感情、爱情主题的塔罗占卜哦。其实我不知道。应该是说，我太在意一些观看率啊、点击率啊等等。我想说，我之前做关于感情的、爱情的塔罗占卜，收看率真的非常非常的低耶。我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啦，可能跟我连接的频道，这个频道的观众朋友啊，或触及率朋友啊，对感情可能暂时比较没有那么兴趣。那可能大家可能比较重视物质啊、金钱面啊、工作面啊比较有兴趣。但是呢，我上次更新的关于工作的也是点击率很低啦，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我想说，算了，我不要那么在意感情率，就是跟随我的心，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要管谁会看，我只是觉得只要我的影片对一个人或者对两个人都没有关系，有帮助就好，好不好？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关于你自己个人的跟你完全100%相关的讯息的话，请欢迎找我预约个人占卜哦。哦，对了，那我今天要做这个主题呢，其实我觉得我太久没有做了，所以我觉得我对感情这方面的练习好像不是这么多。其实我做影片也是在帮助我练习塔罗啦。那我觉得我对这块比较没有那么多。那最近刚好开始帮同事，让我同事知道我会塔罗牌，我有帮他们做义务性的、免费性的占卜，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一块可能要再多做点练习，然后也让我相关的牌组可以重出江湖，然后可以对这一块可以更加熟悉，然后传递更有用的讯息、更准确的讯息给大家。好，那今天我希望最近有感情上困扰啊，想知道感情上讯息的啊，透过这支影片呢，都可以给你到一些启发，你可以得到一些建议，可以得到一些指引跟一些方向。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今天的选项有3个，然后第一个的话是这个比较像外星人钥匙圈吗？外星人钥匙圈的选项1，好吧，有点失焦。反正大家有看到吗？好烦哦，失焦。好，第一个外星人钥匙圈，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是一只猫的摆饰。第2个主选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的话是这只青蛙，也是个摆饰。青蛙，第3组是青蛙。好，那今天主题再讲一次好了。今天主题其实就是跟感情相关的任何讯息，你应该要知道的事，所以并没有什么样特定在感情方面的哪一个讯息。那等下就看牌组，然后出来的内容，我就照着牌组想要跟你讲的讯息跟内容跟你们做解说这样子。然后我最后会用星座塔罗牌来看一下你特别这几个星座是你可以值得注意关注的对象，好不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咯，还没有选择好的朋友可以先将影片做个暂停。那选择好的朋友，那我们就开始听你的牌组咯。Hello， 欢迎选择第1组，你刚刚选的是这个外星人钥匙圈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感情上的讯息，当下的你应该知道一些什么感情上的讯息，可以帮助你做出一些选择啊，然后听取今天卡片给你的建议啊，然后去做一些行动以及改变，好吗？那今天比较没有特定什么感情上面哪一个讯息，比较算是大众讯息，关于感情这个主题上的大众讯息分享给大家。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1组，那这个外星人钥匙圈的朋友，
今天的卡片要给你什么样的讯息呢？那我已经先将卡片先抽好，那今天就不盖起来，就直接抽出来给大家看。那今天用的是这个，应该大家很久没有看到吧？是这一副牌卡《Whisper of Love》的牌卡，关于感情上面的一些神谕卡，然后再搭配3张塔罗牌给大家做解说。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今天卡片要给什么讯息呢？首先，我看到3张神谕卡以及3张塔罗牌，我都觉得选择第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在感情上你可能比较有恐惧，比较恐惧，可能过去有一些失败的经验，或者是令你非常伤心难过的经验啊，然后让你有点不太相信爱情啊的一种感觉，有点怕再踏入感情这条路。再加上你抽到都有2张都是金币的牌卡，通常金币牌卡比较跟工作啊、金钱上面讯息有关。那出现在感情这边的话呢，就觉得可能因为过去的创伤伤痛，你就算下一步就算你还想要踏入感情，你比较想要找一个比较稳固的啊，比较踏实的啊，比较一种可以走长远的一段感情的关系的那种感觉。再加上正义牌一样，我都觉得你想要有一种比较公平公正，然后一种稳固稳定，可以走长远关系，然后是一个互相有信任感的，可以互相信任的一种感情关系啦。那主要你目前主要着重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呢都比较是跟你过去感情受创有关系耶。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3张关于感情上方面的神谕牌卡好不好？我先盖住，我先放。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张。第一张这边讲的是 Take 这个是 chance 吧 ？Take chance on love when we love our lives are changed forever。这张卡讲的是我觉得你现在这张卡主要讲的是你对感情上还是带着有一种恐惧所以我才会一开始就讲说选第一组的朋友，你是不是现在对爱情还是存在的恐惧的呢？主要是根据你过去一些不好的经验，所以你很害怕再一次踏入感情，你还很害怕再次在感情上受到创伤啊、伤痛啊，让你更加伤心难过的一种感觉。但是呢，这张卡其实在鼓励大家啦，其实要放下你这个恐惧的感觉，不要让这个恐惧阻碍着你去追求任何感情上、爱情上以及浪漫这段关系的可能性好不好？你看现在这有一对男女，然后坐一条船要驶向一个远方，然后是一个蛮缤纷的蛮彩色、蛮正面光明的未来。所以他希望你不要被这些可能这些大浪海浪给阻碍着你，然后不让这些船往这些比较充满正面光明、一些浪漫的一些正面的一些讯息等待着你嘛，对不对？不要被这些恐惧可能这些恐惧会让这些浪把你这个船卡住，或者停滞不前，或者甚至往回推，不让你往这些充满光明彩色的未来前进而且这边讲到是，当你一踏入爱情，你的生活会永远的改变，会改变非常非常多，而且是一个正面的改变。所以这边真的是鼓励大家，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再害怕了，让过去就过去吧，要相信各种可能性。其实还是有很多好的人、值得相信的人在等待着你，而且再加上第2张，你又抽到是，你看这边抽到是原谅。你看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一直让你没有什么事情会就是过去这些让你那些伤心失望的事没有什么任何事可以让你永远卡住你的。不会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应该要一直卡住你，让你持续停滞不前，然后不继续往前走，好不好？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一样的啊，我觉得大家都不要被这些过去的一些伤痛啊、悲伤啊，然后让你感觉到伤心难过，就永远就不相信他了，不再相信爱情了，不敢再继续尝试了，这样是不好的。这边都是今天的牌卡都叫你是要抛开过去，抛开过去的伤痛，然后原谅过去吧，原谅过去让你那些伤心。难过的人，相信下一个会更好，好吗？你的感情上面呢，才会有更好的进展，好不好？所以选择第一组的人，比较像是，你真的是内心是蛮受创的，然后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才会选到第一组吧。那卡片上面的直白的建议就是，虽然很难，但是你真的要试着或者学着放下过去，然后保持一个正面。乐观的心情来接受下一个可能性。因为你看到第3张又抽到的是，他叫你要懂得去接受爱以及感激。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对你献殷勤啊，送你礼物啊，追求你啊，但是你可能因为还是处于过去的那些悲伤啊、悲痛啊，你不太敢去接受别人对你的追求，所以这边希望你是，如果真的已经机会来临了，主动来临了，即使你不敢去主动追求，然后现实中真的有人主动来跟你，你是被动的接受爱，那请也要接受对方给你的爱意啊，以及感性。那当然还是你要觉得这个人是好的，然后是对的人啊，好不好？或者是你可以试着约会几次看看，观察看看，来评断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也没有就是说只要有人追求你就去接受了，当然可能还是要经过几次的约会啊，几次的相处啊，看看的。但是他希望你不要永远的拒绝别人的爱以及别人追求。那抽到这张卡就想到我一个朋友啦，他其实这样讲好吗？好了，反正他听到的话。如果他刚好选到这一组的话，我觉得真的也是给他的讯息，就是他其实他的前主管一直有在追求他的感觉，然后一直有在献殷勤的感觉。只是我这个朋友他其实他不喜欢别人追他，他比较喜欢他去追别人，所以别人追他，他通常都没有什么兴趣啦。那我这个朋友其实在感情上也是受到一个蛮大的挫折跟失败的。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不相信爱情，但只是我觉得他问题是可能还是希望可能对方过去的他的前男友还是可以回心转意啦，所以目前他还是有一种停留状态。然后有人在追他，但是他这个人就比较不喜欢别人追他嘛。别人追他，他都比较没有兴趣，也感觉他比较喜欢挑战，他喜欢主动去追别人那种感觉。但是，对啊，然后他就比较不接受别人的爱，所以如果他真的也抽到这一组的话，我觉得他真的要试着去接受别人的追求，试试看嘛，不是也不知道。刚好抽到这一组，抽到这3张都让我想到我这个朋友，不知道。这组的讯息是不是也是刚好要给他的？好，总之呢，这3张神谕塔罗牌要给第一组的朋友，就是真的是要原谅过去，不要让恐惧阻碍你，然后去接受新的感情机会的可能性，好吗？然后也要接受别人，试着去接受别人的追求，试着去约会，然后来判断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跟你一起长久走下去的一个对象，好吗？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你抽到的是金币7、金币3以及正义牌。那刚刚开头讲的是金币，2张金币牌都让我感觉你是比较想追求稳定的一段感情。那金币7呢，感觉是你可能要进入下一段感情，真的是要耐心的。耕耘，你要有这种耐心，要去慢慢一步一步的感觉播种啊，
然后耕耘，然后收成的这种感觉，还是要有点耐心的。但是这个耐心，你要播种，你要播种下去才行，才有办法收成嘛。所以你还是要接受别人，然后开始约会，即使这个约会可能会拉比较长久，才会真的正式在一起，也没有关系。他希望你的事呢，我觉得加上这边。这张金币7加上神谕卡，我就觉得你要去接受爱情，至少要开始播种嘛，播种这个让这个机会开始萌芽，然后可以收成的一种感觉，只是可能要再有耐心一点，然后慢慢耕耘那种感觉，然后也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来，也是要追求一个稳定长远的发展。那金币3呢，它这张卡主要讲的比较算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然后追求你心中所爱的，真正所爱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张卡也是我觉得，真的也可能也是不，虽然叫你要勇敢去接受爱情啊，也不是要乱枪打鸟，也是要经过开始播种啊，然后开始慢慢交往啊，也不是说就慢慢讲，开始慢慢约会，多出去互动，然后来看一下他是不是你真正心中所爱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呢是要可以跟你相辅相成的个性，可能真的要比较互补一点的这种个性会比较。的对象会比较好，然后你们可以从中互相学习、互相成长的这种人，觉得好像这个人好像没有办法帮助你成长，然后你没有办法从他那边学到什么东西，他也没有办法从你这边学到东西，可能就不是一个你的灵魂的伴侣，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另一半啊，感觉这边都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感觉，希望可以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收获，互相成长，然后可以一起相辅相成，一起长远走下去的一种感觉。那最后呢，抽到的是正义牌，正义牌的话，他讲到就是公平公正嘛，那我觉得可能过去你的感情是不是感情上面地位啊，是不是有点失衡？然后是不是对方可能比较强势？然后对方是不是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呢？感觉就是因为这边正义牌比较讲的是公平公正，所以你们地位是你们的感情关系是不是失衡的？不是很平衡，不是很怎么说？有可能是大男人大女人。然后你可能比较小女人之类的，然后就是感觉上你都是要处处让着对方的感觉，处处让着对方，感觉你们关系不是这么平衡，不是这么的互相公平的一种感觉啦。我觉得好像你处处的妥协，处处的让对方，所以让你感觉，然后对方可能还劈腿啊，你已经做这么多让步了，给对方这么多的自由了，牺牲自己了，但是对方可能还是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些回馈啊，甚至他劈腿啊、伤害你啊等等，所以你希望下一个对象你找的真的是一个可以彼此互相可以更加平衡的，然后大家不是一方都是你在妥协，他也会为了你而妥协，然后大家彼此可以为了对方，然后改善自己的坏习惯啊，让自己越来越好，让大家都可以更加进步，一起共同为这个爱情、这个感情、这个关系做努力，这种感觉，好吗？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2张帮你抽好的雷诺曼牌卡，再来看一下关于感情上的这个对象啊、这个人啊的长相啊，感情上面有什么讯息呢？好，我们抽到的是船锚跟小孩，哇，船锚又是一种追求稳定的、长远的一种感觉耶。好，首先我们现在讲一下船锚好了。船锚啊，在雷诺曼牌卡中，它可能它的外貌上会是一种它比较深色的皮肤比较深一点，比较黑一点，比较深啊，就是比较深的一种皮肤颜色，然后可能眼睛有蓝眼睛啊、绿眼睛啊，所以有可能是外国人，但是可能不是白种人，不是白皮肤的人嘛，因为深色的，但是深皮肤外国人也说不定哦。然后他可能体重是比较重一点的
对象，因为船锚嘛，它是比较重的，所以它的外貌可能是深皮肤、深色皮肤，然后蓝眼睛、绿眼睛，然后体重可能稍微比较重的一点，但有可能它重是因为它比较高，所以体重比较高啊，也不一定是胖的人呐，对不对？可能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觉得你追求，然后他的爱情呢，可能就刚才讲的比较追求沉稳啊、安稳的爱情啊，然后是一个可以依靠啊、依赖的一个对象啊，然后是你们彼此是有真诚啊，比较可以互信的一种关系，然后是一个想要走长远的一种关系的一种感觉，好吗？那小孩牌的话呢，就是感觉这个对象搞不好是不是比你年轻啊，比你年轻，或者是他的心智年龄比较年轻那种感觉，比较天真无邪啊，比较纯真的一种感觉耶。然后外貌的话，感觉他是不是比较矮小啊，或者是骨架小啊等等，哇，所以骨架小又重，所以有可能两种可能性啊，不是有点极端的体重的关系都有可能，好不好？那可能，然后因为是小孩嘛，也代表新的能量，所以可能选择第一组的朋友真的会有新恋情的发生哦。那记得要刚才这边讲的要去接受这个可能性，好吗？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3张，我帮你随机抽的3张星座，你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来看一下这个新的对象可能的星座。那如果有这3个星座的来追求你的话，可以真的试着去接受，好吗？好，首先第1张抽到的是水瓶座，然后第2张抽到的是金牛座，第3张抽到的是处女座。好，有水瓶、金牛、处女2张土象1张风象星座的对象，请给大家做个参考。好，以上就是我久违的感情上占卜，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建议、跟指引、跟方向呢？希望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啦。那我未来可能会多拍几支感情上面的影片，那希望我可以再传递更多有用讯息给想要听关于感情、爱情方面讯息的观众朋友哦。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Hello， 选择第2组的朋友，你们好。如果你刚刚选的是这只猫的朋友，是要给第2组的朋友一些关于感情上面的讯息哟。那今天比较算是大众占卜，我的都是大众占卜啊，我应该是说关于爱情这个主题，可以比较全面性大众讯息，并没有特别针对感情上面感情这个主题的哪一个小主题去做说明。我就根据我抽到的牌卡，然后他要给大家什么讯息，我就跟大家做分享，然后给大家一些建议、指引跟方向。那会是今天主要影片上的内容，那希望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好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你们今天抽到的牌卡。我用了3张神谕卡跟3张塔罗牌。今天神谕卡用的是这一组Whispers of Love， 然后来给大家做一些感情上的一些讯息、跟指引跟建议。好，今天第2组牌卡，因为我刚拍完第1组，那第1组的感觉跟第2组感觉就好不一样啊。第2组就感觉比较有浓浓的情感啊，感情上面的讯息比较有浓浓的爱意的那种感觉。第1组是有一种害怕的感觉，然后不敢去接受爱的感觉。那第2组的话，感觉就比较有点爱的能量出现在这边的，主要是里面有2张圣杯牌。然后再加上你们的神谕卡也都是蛮充满爱意的感觉耶。好，我们先来看一下3张神谕卡你抽到的内容，我们一张一张来看，好吗？好，首先第1张你抽到的是 Love Who You Are， 然后这边讲的是什么呢？ You are divine, delightful, and deserving of love, wonderful things life has to offer。 好，这样讲的卡跟等一下会讲的圣杯皇后，我觉得是蛮像的。这张卡讲的是，其实
在感情上啊、经营上啊，请记得要爱你自己，好吗？记得要照顾你自己的心，照顾你自己的感受，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你想要在感情上啊，可以过得更快乐，或者是怎么说，让这段感情有一个更健康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也要注重你自己的感受，也要懂得爱自己哦，也不要一直一昧的迎合对方，然后被对方控制那种感觉。因为你这边也有出现一张皇帝牌啦，所以让我感觉真的其实要蛮关心一下你自己的心，也要追求自己所爱的，然后感情上是互相的嘛，也不是。除非就是你真的喜欢的对象就是比较大男人、大女人，你比较那种小男人、小女人那种感觉，那当然另当别论啦。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还是要懂得关心自己的心，然后要爱自己，好吗？爱自己，好吗？不是对方不是100%重要的，你也是很重要的。不论是你是单身，不论是踏入感情，要懂得。爱自己，爱自己，好吗？不要一昧的，就是迎合对方，然后进入一个不是那么健康的感情关系，这种感觉啦，是这张卡要跟大家讲的。好，那第二张呢，讲的是这边要一个 spend quality time together。看这边讲的是 listen and talk to each other。突然觉得这一组啊，会不会是给我的讯息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如果我老公看到这一组的话，一定会开始瞪我，因为呢，常常我很容易分心他其实很爱跟我对话啦，很爱分享一些事情，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就因为他，我常常。就是我很容易分心，我常常一颗心，我就是要分散给好几个地方，我无法有点这样，是不是有点？我在怀疑我是不是有点是好动 ADHD 吗？我不确定，因为不好意思，我手机闹钟响了回到这边，我就觉得我好像很容易就觉得我同一个时间，我也需要做好所有的事情，可能我现在在看影片、看电影，那我又同时一直在滑手机，无法全心全意 focus 在电影上面除非我去电影院，当然我就不会拿手机出来了。那如果在家看电视看影片我就无法每一分每一秒都专注在电视上，专注在荧幕上，我一定还会可能去做点别的事，然后滑手机滑影片我就有点这种感觉，有点分心这种感觉。我好像怎么说呢？这就是我的缺点我当然我也理解我老公他不爽的原因，但是我真的有点无法改善这一点。但这也是我的课题啦。这边讲到的是要 listen and talk to each other， 所以就是当你们在对话其实要全心全意在对方身上，然后要听，然后对话、聆听跟对话这种互动关系其实蛮重要的哦。所以如果你们是已经稳定交往中的伴侣，最近是不是这一块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样的出现就要提醒对方，其实要多 focus 在对方，然后有一个一起。享受在一起互动的时光那互相对话聆听听对方的分享然后你也可以分享给对方这种互动的感觉，这种 quality 一个 high quality 的 time 是蛮重要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时间是蛮重要的，好不好？我觉得这一组比较算是给已经交往中的朋友的牌卡，比较像是这样。比较可能我会觉得会比较多了，那单身的朋友可能也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一组比较像是已经稳定交往中的朋友，然后给你们在感情上面一些建议这种感觉，好不好？好，那第3章呢讲的是 spiritual connection。
A relationship has a connection that goes beyond this lifetime。看两个人深情望着对方，心灵的结合，心灵伴侣。所以这一组感觉上你们心灵，是非常契合的哦，有一种灵魂伴侣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选择第二组朋友，你现在在问这个对象啊，或者是你的另一半啊，我觉得是真的是蛮速配的，蛮吻合。你们是一个心灵伴侣。是你不用特别担心的。那当然前面有2张有一些建议啦，就是你真的是要再多 focus 在对方，然后聆听对方，跟对方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啊，会是比较，然后记得要多爱你自己这种感觉，好吗？所以今天这3张神谕卡，我觉得比较像是给已经稳定中交往中的伴侣的一些建议，然后我觉得你们算是真的是蛮速配、蛮吻合的一组啦，比较像心理上契合，真灵魂伴侣、心灵伴侣这种感觉，好吗？好，那3张塔罗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哦。首先，你第一张抽到的是圣杯骑士。那圣杯骑士，哇，这张卡也是完全就是在讲感情上面的讯息哦，非常 match 到今天的主题。那圣杯骑士呢，是讲的是，我觉得，你们之间的感情上的进展啊，会有一个突然而然的快速的改变，会有一个。正面的进展，是一个往好的方面的进展。那如果你们只是交往中，我觉得很有可能进展会突然搞不好会进入到婚姻的阶段啊，等等，就是你们心灵感情的关系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新的关系，然后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当然，如果你是单身的话，我觉得突然而然。我觉得最近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对象进入你的生活，或者你已经跟一个人已经约会一段时间啊，聊天一段时间啊，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蛮快速、蛮不错一个正面的发展，会在这边的圣杯骑士感觉是一个非常关于感情、心灵上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发展，而且来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所以可能变得单身，变得有伴侣啊，那或者进入婚姻啊等等，算是生小孩也是有啦，你这边有皇后牌跟皇帝牌，你看我为什么讲的是已经稳定中交往伴侣，这边皇后、皇帝牌都出现，就是一对，然后再加上骑士然后又是他们小孩就是一个家庭的感觉，感觉就是会有一个新的发展的一种感觉哦，好不好？这边是圣杯骑士，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你们。近期在感情上、关系上会有一个蛮正面发展，而且来得蛮快速的哦。好，那再来第2张，你抽到的是圣杯皇后，第3张抽到是皇帝牌，皇后、皇帝都出现了哦。好，看刚好这么多塔罗牌，刚好皇帝、皇后一起出现，所以代表如果你们正在问对象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性在一起的嘛，再加上是圣杯骑士，所以关系的发展上是会蛮快的。那当然也有可能是稳定交往中伴侣。那我特别觉得稳定中交往伴侣可能性比较大啦，因为皇帝皇后嘛，是一种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关系。那皇后牌呢，我刚才有讲到，这边有讲到要提醒大家要爱你自己。也要关心一下你自己好吗？因为皇后牌啊，它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然后会传递非常多爱、包容心跟感情的一个人，会很懂得照顾别人的一个牌卡，一个角色的一个个性啊。但是这张卡也是要告诉大家，其实要关心自己，要爱自己，要关心自己的感受，好吗？在照顾别人的同时呢，也要照顾你自己的心哦，好不好？然后在这边你又抽到的是这边抽到的是皇帝牌。那皇帝牌在这边出现呢，因为皇帝通常就是大家知道皇帝嘛，比较有领导统一的能力，比较巩固自己权力的能力。一方面你会觉得这个感情这个关系应该也是蛮稳固的啦，就是在这个皇帝的领导之下，这个帝国这个关系其实是蛮稳固的。但是要小心的是，皇帝牌也是要
这个人个性可能是比较强势一点的，比较有想主导掌控这个感情这段关系一切的人，是会比较有这种隐忧啦，隐忧好不好？所以希望是第二组朋友可以双方可以再互相再沟通一下，有一个比较平等良好的互动关系，比较健康的关系，记得要自爱哦，不要一昧的迎合这位皇帝，也要懂得爱你自己，好吗？一男一女这种感觉，当然，这个占卜不一定是男男女女或男女都可以自由的套用在你们现实的状况。那有可能一个人个性就是比较感性的，那个比较理性的。一种感觉在这边，好不好？那这组牌卡也是刚好让我想到，我最近帮我同事抽到的牌卡有点像，内容有点像有点像的感觉。刚好抽到一个皇后皇帝，不知道如果我给他看这支影片的话，他是不是也会抽到这一组的呢？感觉如果他，因为当然他抽到一些牌卡是有点不太一样啊，因为他抽到的可能速度是比较慢一点，那这边抽到一张圣杯骑士速度比较快，所以可能有重复的讯息，他可能也会想知道。但总而言之，我想讲的是这一组就是感觉是一种一方是比较理性，一方是比较感性的一种感觉。然后就是希望你们之间可以再有更好的互补跟平衡吧，对不对？那当然，可能这样的个性、这样的关系也是你追求的啦，也说不定。那只是跟大家讲，如果可能其中一方会是有一种比较想要主导一切啊，比较强势这种感觉会在这边，好不好？但是我觉得，因为你抽到心灵的结合嘛，我觉得你们还是天生一对啦，天生一对。那只是要记得爱你自己，要多花时间在对方，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互动是比较好的。然后相信你们关系很快会有一个进一步正面的发展，好吗？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我帮你们抽的雷诺曼牌卡，还有什么样的关于感情上面的讯息？看他的长相啊，感情上的讯息啊，有什么你应该要知道的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你抽到的是你抽到的是送子鸟跟蛇，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送子鸟好了。送子鸟啊，它的不论是男生女生外貌，它可能比较看像这个鹤，就是有一种感觉比较高啊、纤细啊、苗条啊，然后优雅啊，然后可能腿很长啊，当然也有感觉比较纤细瘦弱这种感觉，一种外表个性可能是这样子啦。那在个性上也是比较那种比较高雅，比较不好方面可能比较傲娇，比较反正就有一种纤细高雅那种感觉啦。那爱情上，我觉得因为送子鸟其实会带来好消息的，那再加上圣杯骑士，我觉得在感情上你可能都可以期待一些好消息的降临哦。那蛇的话就有点要小心嘞。那先讲一下它的外貌，可能也是因为蛇也是这种纤细瘦长的嘛，所以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对象可能都是先比较瘦的一个对象，比较瘦的一个对象。然后我觉得在感情上就要小心因为蛇比较有点不诚实啊、欺骗的一种讯息在这边，所以可能要小心一下，对方有没有偷吃还是什么。但这可能真的是给很部分的人讯息啊，因为其他牌卡比较没有出现类似的感觉，或者是出现蛇的话，也有可能比较容易吃醋，比较容易嫉妒这种感觉啦，所以可能要更加信任对方，有一个比较让对方相信你这种感觉，是这两张雷诺曼牌卡给大家一些讯息。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帮大家抽了3张星座牌卡，是大家可以值得以及注意的一些星座对象哦。好，首先第一张抽到是水瓶座，第二张抽到的是天秤座，第三张抽到的是巨蟹座。好，有2张风象星座，我记得第一组是2张土象星座啦，所以第二组的朋友可能风象星座的人是比较适合你的。那当然还有一张。水瓶座的巨蟹座在这边水象星座，那你2张圣杯牌卡也是比较水象星座，所以风象、水象都是蛮适合第二组的朋友的，好吗？好，以上就是给予第二组的所有讯息，希望是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指引跟方向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Hello， 选择第3组，你刚才选的是这只青蛙，小青蛙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我久违的爱情讯息要给第3组这只青蛙的朋友。选择青蛙的朋友，什么样的讯息呢？那今天的内容纯粹就是没有一个怎么说？大主题是感情啊，那没有什么特定的小主题，那就针对我抽到的所有牌来为大家做解说，好吗？那就看今天所有的牌想要给大家关于感情上什么样的讯息呢？好，今天第3组是今天最后一组，其实抽第3组看完，我觉得今天3组给的对象都蛮不一样的。虽然有些重复的牌，有重复的牌卡没有重复的牌卡，但是怎么说呢？第1组、第2组、第3组的小主题都不太一样。第3组的主题我会觉得比较是偏向目前现阶段感情上是有问题的。现阶段是感情上是有问题的，双方关系是比较紧张的一组第1组应该是算是过去的创伤，那第2组算是目前交往中的朋友，感情上是比较有一些状况的朋友，我会这样的觉得，给我感觉，第一个直觉会是这样的感觉。那今天用的是这副牌卡 Whispers of Love 的关于爱情感情上面的神谕卡，来帮大家做解说，再搭配上3张塔罗牌。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神谕牌卡要给第3组的朋友什么样的讯息呢？好，首先第1张就讲的是要有耐心哦。这边讲的 Love is patient and kind and always。感情上、经营上啊，其实都是要蛮有耐心的，除非就是你一直单身啊。我觉得不论你的对象再好多好，我觉得难免就是2个不同的个体嘛，难免都是要互相的磨合，然后互相的怎么说，就是整个生活上都是2个人要互相的，然后都是有互相干预嘛，这样讲好像怎么说，反正就是2个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生活啦，所以我觉得难免都是需要一些耐心的，就是如果你们有小孩也是要有耐心嘛，那如果就是你们2个人，我觉得相处上难免这个耐心都是一个蛮重要的，好吗？所以我觉得，然后我刚才开头有讲说，我觉得你们目前关系上是有点紧张的，是有些问题的，所以这时候耐心又是更加的重要哦。如果你失去耐心，目前这段感情紧张的关系，感觉是不会有改善，也不会有解决耶，好吗？请大家耐下你的心子来，然后跟对方冷静的沟通，然后想尽办法可以让这段关系不要这么紧张，可以更加的怎么说，相亲相爱，和平的发展，好不好？是这边第一个重大讯息，要你们有耐心哦，好不好？再来第2个啊，这边讲到的是关于你讲出的话语，这种 love language， 这边讲到的是 loving words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lives, including your own。是不是这边讲到你讲出来的话，这是感情爱的语言啊，爱的文字啊，其实它影响力
它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哦，是可以改善你们目前状况的哦，也可以改善你个人的哦。所以讲出来的话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可能平时你们是不是这组是不是很常吵架，有一种口出恶言的一种感觉啊？会给我这样的感觉。所以今天这张卡才出现，所以要多讲一些。多注重一下你的用词，然后有点耐心，然后去观察对方优点，想想对方优点，然后常常跟对方说我爱你啊，我喜欢你啊，哦，你觉得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啊，你今天气色很好啊，等等等等，你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啊，然后谢谢你今天打扫家里啊，谢谢你今天买这个礼物啊。任何对方喜欢语言啊，或者是注重改善一下你讲话态度、讲话用词，然后不要这么冷冰，这种针锋相对，是给予第三组一个蛮重大的建议啊。第一个是耐心，第二个改善一个讲话方式，讲话用字遣词其实是会影响改变很大的，是会为你们这段感情、这段爱情带来一个蛮重大改变跟影响的哦。好。第3章这边讲的是 do something for someone, give your attention to another， 所以这边一样我觉得就是这3章都觉得，我觉得要改善，都是要为了对方，然后不要除了。语言之外呢，我觉得这边do something for another one， 然后 attention 感觉也是比较有一种实际的行动啊，也不是单纯口上说的感觉，因为这边感觉比较是口语沟通，嘴巴讲出来的，然后这边 do something for someone 感觉比较像是实际的行动，所以我觉得第三组朋友要做个全面的检讨，全面的改善。好不好？除了用字遣词啊，然后要关心对方啊，然后或者是给对方多一点拥抱啊，给对方一个好脸色看啊，不要每天臭脸啊，等等的，我觉得都是一个不论是语言上改变、行动上改变，都是为了你们目前感情紧张的关系改善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呢，好不好？所以第三组真的有点感觉到你们目前关系是蛮紧张、怎么说？这是蛮常吵架的吗？好不好？所以大家听到这边，我觉得要冷静下来，要有耐心一下，然后不要让这段感情这么的一直持续的，有种这么的紧张的关系，好吗？然后做一点小改变，然后我觉得对方也会感觉到你的改变了，那他如果也是蛮冲动的人，他也会因为你这样的软化下来，你的让步，我觉得他也会做改变，就是双方都会有一个正向的改变以及正向的成长，然后让这段感情变得更加健康，然后不会这么的吵吵闹闹的一种感觉，好不好？那当然，这个今天是大众占卜啦。那你觉得你们目前感情关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这么严重的问题的话，或许你可以听听看别组有比较适合你的讯息哟。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抽到的塔罗牌，有圣杯8、圣杯1，两张圣杯牌以及宝剑6。我想先一起看圣杯8以及宝剑6，圣杯8跟宝剑6都有一种，我先讲宝剑6好了。宝剑6对于这组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个好事、好消息的点是，最糟最坏状况就要结束了，你即将离开这种最糟最坏的这种关系的状态了。也许是你今天看了我影片之后，才听进我的建议，听进卡片给你的建议啊，听进宇宙给你建议之后，有做一点改善，有做改变，所以最糟最坏的状况就要结束了，即将迎向一个正向的改变咯，好不好？所以我相信看到今天的朋友都是蛮听话的哦，听这些卡片，相信我的解说，相信卡片的解说，相信影片给你的讯息，好不好？最糟最坏的状况就要改变了，好不好？那有一种离开
离开这种坏的状况，然后驶向一个比较稳定啊、比较健康的关系。那圣杯八也是有一种离开现阶段这种感觉的关系。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就是分手啦，就觉得对方真的是不适合这种感觉，所以要离开现有这种对你很不利的状态、很不好的状态、很不健康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边可能很少部分人会真的会走向分手，来觉得来看清就是对方不适合你。那我觉得为什么说少部分呢？因为你这边还出现一张圣杯一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大的可能是你们目前这种不健康啊，一种吵吵闹闹的关系啊，要迈向终止的，你要离开这种不健康的状态了。好不好？因为你刚才宝剑六也是有这种感觉嘛，再加上圣杯是一种新的恋情、新的开始、新的能量、新的关系、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会慢慢的改善你们目前的关系，然后有一种新的相处模式啊，所以你们平常不会再这么针锋相对，会再更加相亲相爱，有一种心灵上的成长啊，感情上的升华啊等等这种感觉。那无论如何呢，圣杯八都有一种希望你可以尽快的跳脱目前这种不健康、这种坏的状况，要赶快离开哦。不赶快改善的话，真的是这段感情真的就是会走向分手啦。我觉得最终状况最坏状况就是真的走向分手了，好不好？希望大家如果还是爱着对方，其实爱着对方呢，只是目前感情上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状况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改善一下你们平常讲话用字遣词啊，然后多关心一下对方啊，然后为这段关系再多做一点努力，然后赶快离开目前这种最坏不健康的感情关系。然后你看这边圣杯有一个新的发展，好不好？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再有点耐心啦。我觉得感情上两个人关系上都是要多多少少有点耐心的，不论是在怎么样的灵魂伴侣天作之合，我觉得不可能100%整个是 match 的啦。还是有点看不顺眼的地方，就是有点耐心，然后用之前时注意一下，然后多关心一下对方，要展开实际的行动。希望对你们目前可以赶快离开这种不健康的关系哦。好，再来看一下2张联络曼牌卡，还要给大家一些什么感情上面的这个对象的外貌啊、个性啊、感情上讯息什么样的。讯息还要给第三组的。好，我们抽到的是女人跟扫帚，扫帚喂，好，女人的话，我觉得好像就不用多说嘞。不知道，也许你本身听的对象听的人就是一个女生啊，那或者是你现在问的对象是一个女性的对象。有这样的可能，好不好？那这个女人可能就是一个是比较个性温柔的一个个性上啦。那可能比较问的是女朋友啊，可能男生看的这组比较问的是女朋友啊、妻子啊，或者是你的未婚妻。一个女性的角色在这边啦，是这张女人看。那我们就着重看一下。扫帚这张卡代表什么意思？鞭子啊，鞭子它其实是鞭子。那如果它是个性的话，其实蛮配合第三组，它其实是蛮爱吵架的，就蛮容易意见不合啊，就是很容易感情用事啊。到糟糕一点，可能还有点家暴的一种感觉，就是比较不健康啦。那外貌上呢，就是比较像是他身材是比较健壮的，比较精实的，然后比较注重健康的一个，就是身材是比较精实健壮的啦。那感情上就不是比较容易失去理性啊，比较感情用事啊，就比较爱吵。那但是可能他也是怎么说，就是蛮意气用事，但关于肉体上，他也是蛮激情的哦，他也是蛮热爱性爱的啊，
蛮热爱性爱的一种感觉，然后它也蛮代表男性器官的啦，所以关于性爱、肉体关系啊这方面，其实也是蛮喜欢的，好不好？就感觉你这一组有可能吵一吵就上床了，床头就是有种用性爱来化解争吵的那种感觉，也是这一组的感情关系吗？是不是有可能呢？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3张，帮你抽到3张。星座牌卡拿来看一下，选择第3组的朋友，你的这个对象是不是这三张星座的呢？或者是如果是单身的话，这3张星座也许是蛮值得注意的对象哦。那当然，我觉得如果是单身，我觉得比较少会出现在这一组的但是如果你是单身又抽到这组的话，我觉得然后今天建议也是要听一下，然后也来看一下这3张星座，来给你做个参考。首先抽到的是天蝎座、狮子座以及金牛座。哇，天蝎座也是一张有一种性爱讯息的朋友，所以这一组的话，我觉得性关系、肉体关系应该会蛮激烈、蛮火热的哦，应该性关系应该是蛮满意的吧。好，主要今天抽到3张星座是天蝎、狮子跟金牛，给大家做个参考哦。好，以上就是给予第3组的所有的讯息哦，希望是对大家有帮助的。那今天久违的爱情讯息，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如果你觉得今天我讲的还不错的话，也请给我多多的鼓励好吗？留个言，帮我按个赞，多多分享我的影片给大家，然后希望让多一点的人来订阅我的影片，我真的不要求多，希望1000人订阅好吗？请大家多多支持好吗？谢谢大家哦，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